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24期。一提到英国呀，很多人都会脑子先想到英国出名的王室家族，会想到女王、王子，还有很多人都经常缅怀的已经去世的这个戴安娜王妃以及现在的凯特王妃。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称呼。不管是中西，甚至是在英国，很多的媒体跟民众呢，经常把王室成员的名字和他们的称呼弄错。而对于男士的部分呢 ，Sir 也是一个不能乱用的称呼。For once, maybe someone will call me Sir without adding "You're making a scene." 比方说英国的现任首相 Boris Johnson， 你可以称呼他为 Sir， 但是你不能叫他 Sir Boris， 他应该会连连摆手，我不配。为什么？这个呢，我们需要从英国略为复杂的贵族制度和它的头衔说明当中呢来找到答案。为什么要了解呢？因为这些常常让我这样的屁民感到困惑。这个金字塔的体系当中呢，排在首位的就是国王或者是女王，其次呢就是王后，第三位的呢就是王子跟公主，要么呢他是君主的孩子，要么他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个头衔。这就是为什么称呼 Kate 为 Princess Kate 是错误的。如果在他的名字之前呢有 Princess 这个头衔，就意味着他要么生下来就拥有，或者是继承了这个头衔。但是呢，他作为威廉王子之妻，你可以称呼他为 Princess William。同样的规则呢，也适用于戴安娜王妃。其实她正确的称呼应该是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但这里面呢，并不是搞错了，而是因为她生前呢对慈善事业的巨大的贡献，所以在她离婚之后啊，英国人也把她尊称为人民的王妃。这之下呢，就是传统的世袭贵族，公侯伯子男五爵，排在第4位的呢就是 Duke， 还有 Duchess 公爵或者是公爵夫人。那最出名的呢就是 Duke of Cornwall 康沃尔公爵，只有皇长子呢才可以拥有这个头衔，所以查尔斯王子呢他也是康沃尔公爵。而威廉跟凯特在结婚的时候呢，被授予了 Duke of Cambridge 还有 Duchess of Cambridge， 也就是被称为剑桥公爵和剑桥公爵夫人。Prince Harry 哈里王子跟他的妻子呢，虽然现在已经不再是王室的高级成员了，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结婚的时候呢被授予的 Duke of Sussex 苏克塞斯公爵和苏克塞斯公爵夫人这个头衔。第5位 Marquess 和 Baroness 侯爵或是侯爵夫人。英国历史上的侯爵呢，最早是指的是威尔士边远地区的这个边疆领地主，相当于是封疆大令的角色。第6位 Earl Countess伯爵和伯爵夫人。我觉得很多人熟知这个伯爵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Earl Grey 伯爵茶。在王权不够强大的早期呢，英格兰的广大地区曾经被划为几个伯爵管辖区，所以之前的伯爵呢，也差不多相当于是镇守一方的诸侯这样的角色。英剧《唐顿庄园》里面的 Edith 呢，她在最后一集就嫁给了一个侯爵，那她的头衔呢就会比她的姐姐 Mary 要高，因为 Mary 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呢是伯爵夫人的头衔。第7位 Viscountess 子爵或者是子爵夫人。子爵的知名人物呢，就是说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至理名言的英国哲学家 Francis Bacon。第8位 Baroness 男爵或者是男爵夫人。但在上世纪的美国，很多新兴的富裕家庭呢，都以嫁或者是娶一位正统的英国贵族为要，比方说像丘吉尔的母亲。再不济呢，比方说像美国现在总统 Donald Trump， 他直接给自己的儿子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Baron Trump。 这种感觉呢，有点像你今天遇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王太子、张公主。在传统的世袭贵族之下呢，就是你虽然出身非贵，但是因为突出了个人贡献而被授予的终身贵族，等级相当于男爵，但是不能世袭。英国首相可以向女王推荐获奖人，比方说像作曲家埃尔顿·约翰，还有演员伊恩·麦克莱恩，以及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还有第1位华人终身贵族邓莲如，还有年轻的华裔俊秀韦明恩先生。那在这之下呢，还有就是 Baronetcy 和 Knighthood， 就是从男爵爵位和骑士身份。比方说曼联的传奇教练福格森，他就获得了这个 Sir 这个尊称。他曾经的爱将贝克汉姆呢，获得的就是比较低的一个勋位，前面不能称之为 Sir。当年伦敦奥运会呢，贝克汉姆就被非常厚爱他，但是又不明英国贵族制度文化制度的希腊人呢，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 Sir。 The Mayor of London, Mr. Boris Johnson, Sir David Beckham, and Her Majesty's Ambassador. 稍微有一点尴尬。还想讲2个特殊的例子，一个呢是吉米·萨维尔，他是 BBC 资深的一个音乐主持，生前啊因为在慈善事业上的突出贡献获封了骑士勋章，但是在他去世1年之后啊，就爆发了数百起针对他的儿童虐待跟性侵犯的指控，所以他生前获得的很多荣誉呢都被剥夺了。当时媒体跟民众啊都呼吁应该要剥夺他的骑士荣誉身份，但是其实因为他已经去世了，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说，这个称号本身就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所以就比较难操作。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好
好莱坞的电影大亨哈文·温斯坦，因为性侵事件，所以女王在近期剥夺了2004年授予她的荣誉。其实到了今天啊，英国的贵族也不再全都是权倾一方、富得流油。唐顿庄园描述的那种楼上楼下仆役成群的奢华呢，已经很难找了。毕竟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之大呢，但也有坐吃山空之虞。二战之后，英国许多的世袭贵族因为缺乏固定的经济收入，无力去承担这个巨额的遗产税以及修缮自己祖传豪宅的这个费用呢，所以他们自愿或是被迫的把这个家族祖传的豪宅跟城堡托管给英国的文化遗产机构，敞开大门给公众参观，以此换得能继续在这个庄园豪宅里面偏安一隅，悠闲度日。像巴斯侯爵六世，他在1947年的时候呢，就开放了自己家的庄园、豪宅跟城堡，收门票供你参观，包括他自己正在住的城堡。而在政治参与上呢，英国的贵族阶级同英国王室一起被挡在了真正代表英国国家权力中心的下议院之外。如果一个贵族他想成为下议院的议员或者是首相，那他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贵族头衔。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的女王她不能踏入下议院。千百多年的贵族制度呢，塑造了独特的英伦文化，它也塑造了英国的社会阶级。无论你是否喜欢，有许多人认为啊，阶级体系依然是今天的英国生活当中依然存在的部分。英国一个社会学家呢就提到，在英国社会阶级的界限并没有消除，它只是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听起来老套的说法真的有根据吗？大街上人来人往，我们又以什么样新的标准来划定一个人处于所谓的哪一个社会阶级呢？钱吗？出身吗？职业吗？社会地位吗？我们以后为你深度八卦英国的社会阶级。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一定要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想法与建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Miss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